你作为一个仅会刷短视频的大学生，导演安排你饰演画家，你所画的刀勒竟能通过验钞机检验，不仅使佛伯勒惊慌失措，汗流浃背，自己更是身价飙升18亿米刀。然而当导演让你扮演悍匪时，你却因过于沉浸其中，讲出一句：我告你，我当下没心情听什么他妈的浪漫爱情故事，我现今只想搞钱，让众多在底层奋斗的少年寻得了内心的信念。就连警察看完后也表示，没个几十年的犯罪经历，总结不出这般经典的励志话语。只因为你穿越成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群演，却意外激活悍匪系统，致使你所出演的皆是悍匪、赌王、神偷等等角色。但你欲凭借每一个让人深恶痛绝的角色，成为独一无二的影帝。此刻你身处剧组的是戏现场，所要竞争的角色是一个抢劫犯团伙的首领。你面前正在试戏的精神小伙，头戴头套，手持一把小刀，咬牙切齿地对配合其演出的人讲道：喂，把钱交出来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这个表演令你不禁紧皱眉头。可是刚表演结束，副导演袁健便起身大力鼓掌，导演黄渤和编剧陶超皆是一副难以平静的样子。然而他满脸得意之色，仿若真的认为自己表演绝佳，傲慢地环视一周，最终目光停在你身上，只因你未鼓掌。他轻蔑地说道：怎么，你这菜鸟也敢对我的精彩表演有意见？身为场务的表哥在你身旁轻声介绍道：此人是副导演的侄子，叫延续。你听后并未在意，反而启用系统的悍匪模板。只见你脸色阴沉，手中握着个棒球棒，轻轻挥动几下，便传来骇人的破空声。抢劫可不是你这么抢的，特么还轮得到你来教我演戏？是玩戏的精神小伙刚打算和副导演一同离开，听到你的话后，轻蔑地转过头来，瞬间感觉双腿发软，一把拉住身旁的叔父，才勉强站稳。只因为你仿佛瞬间变了个人，那是一种真正的亡命之徒才会有的眼神。在场之人都被你凶狠的眼神所震慑。导演，我还能是戏吗？你见总导演黄渤一脸惊恐，展露的那种稳操胜券的笑容一般。黄渤颤颤巍巍地吐出2个字：可以，不过我需要有一个人配合我才行啊。说着，他下意识地拿着棒球棍在手里轻轻敲着，目光扫视着周围看戏的人群，他们此刻都统一地退后了一步，不敢与他对视。最后，他的目光锁定在刚刚那名精神小伙身上。作为一个抢劫犯头子，一个老大级别的人物，最不应该用小刀这种武器。他手臂自然垂落，向那名精神小伙走去，棒球棍和地面摩擦，发出了刺耳声音。这声音如同一根根小针，扎在了延续的内心。太小家子气了，而且小刀能有什么破坏力？捅肚子、捅大腿有用吗？该跑跑，该跳跳。说罢，你高高举起手中的棒球棍，猛地砸向精神小伙身旁的凳子，一声巨响，凳子瞬间4分5裂，木屑四溅。在场的人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心想这人为何懂这么多，为何如此熟练？他真的只是一个演员？还没给周围人太多思考时间，延续就被吓尿了，裤子湿了的他直挺挺地晕倒在地。副导演看到这一幕，赶紧跑过去扶起精神小伙，他意识模糊，断断续续地说道：叔，我好像太难了。说完便头一歪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副导演咬牙切齿地看着，可看到你又举起的棒球棍，下一秒撂下一句狠话，就带着精神小伙灰溜溜地跑了。此时的你却很纳闷，我只是说了一下棒球棒的好处，他们怎么都吓跑了？然而此刻导演黄渤拍着桌子，神情兴奋，像是发现了宝藏一样。你叫许潇是吧？表演很精彩，我决定这个角色就你了。冷静一点啊，这个人难道你就不觉得有问题吗？他刚刚的样子根本不像是演员。然而黄渤根本没有理会，反而眼神中闪烁着期望的光芒，仿佛已经看到自己获得奥斯卡奖。这2句话在前面的改写中已经包含了，此处不再重复。对于迎娶白富美的场景，你听闻后感动得快步上前向导演表示感谢。终于有人认可自己的演技了，并询问届时该如何演绎，是更偏向变态、暴力还是深沉一些？导演表情略显复杂的拍了拍你的肩膀，表示不用那样，你收敛一点就好。次日，来到一家连锁超市，导演黄渤已将其提前包下2天，用于拍摄开头最为重要的一场戏，即男女主与抢劫犯头子的对抗。你刚抵达片场，就被导演黄渤叫过去，他热情地为你介绍了这部戏的男女主。女主林妍微笑着与你打了个招呼，并闲聊了几句，而男主杜泽见到你则面露不屑，尤其是看到黄渤对你一口一个许哥的时候。这时场景布置完毕，可以正式开拍。黄渤刚和大家讲完剧情，便好奇地向你询问：许哥，听小张说你找他换了一些道具？你点头承认，接着拿出一根棒球棍，自语道：这棒球棍以我的力气用来砸人，估计砸下去刚好能碎骨头。你轻声一笑，又拿出一把小铁锤，说道：这个小铁锤砸珠宝柜子很合适，当然这东西使力不易，拿来砸头也不错。还有这绳子用来绑人。接着又拿出一把尖刀，说：这个尖刀用来捅人很不错哦。你如介绍宝贝般讲述着这些，周围安静的连一根针掉落都能听见。众人皆一脸惊恐地看着你，心里想着：行了，太行了。短暂的安静后，剧组瞬间陷入混乱。有人心想，这个导演不会真从监狱里捞了一个罪犯来吧？黄渤喊道：嗨嗨，冷静，首先这肯定不是真的，至于怎么证明，开拍吧。他要是有一丝犹豫，大家就真信了。他无奈地看着你，一副无能为力的样子。你叹了口气，说道：大家别害怕，我只是说说而已，我哪会什么抢劫啊？说完，你熟练地戴上头套，露出那一双阴冷嗜血的眼睛，接着将武器别在腰间，
背着包自然地步入超市。进入后，你熟练地避开摄像头的位置，且戴上手套，朝着珠宝店群演所在位置行去，为达最真实效果。导演仅向这位群演透露少许剧情，却未告知其何时开拍。珠宝店员工正抱怨着怎么还未开始，随后不经意地朝门口一瞧，便望见一位头戴黑色头套的男子向他走来。他下意识地欲要尖叫，然而抵在脖子旁的尖刀使他止住了声音。男子轻声道：“打开柜子，不许出声，不许报警，否则我就杀了你。”那低沉狠厉的嗓音以及那骇人的气势，店员瞬间呆住了。被请来做群演，没料到竟碰上真的，哆哆嗦嗦地将柜门打开后，你蛮横地将其推开，如秋风扫落叶般，将柜台里的钻戒项链迅速席卷一空，而后掏出绳子，熟练地将它捆绑，并往其口中塞入纸巾，便转身离去。外面的剧组望着屏幕中的这一切，皆惊愕不已。你这简直比真抢劫还熟练呢！然而黄渤却兴奋异常，未料这个超市员工演技如此之好，眼神中的恐惧和身体的颤抖都恰到好处。我敢断定这一段日后定会被纳入电影教材。旁边的编剧瞟了一眼，心想人家员工那是真害怕好吗？这个许潇可是真在抢劫。黄渤极为高兴地对一旁的男女主说道：“该你们登场了。”此时杜泽脸色惨白地看着摘下头套，笑嘻嘻地挥动着尖刀，正在查看刚刚录像的许潇还是生疏了，许久未逝，慢了几秒，可惜是在拍戏，否则一刀捅死就无需浪费时间了。听完这番话，杜泽和女主林年心惊胆战地走向2楼。第二幕开拍，周围的工作人员看着再度戴上头套的许潇，不禁咽了咽口水，将尖刀别在腰间，眼神阴寒地望着前方。电梯很快抵达2楼，安排好的群演恰好下楼，与之相遇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们下意识地将袋子一扔，尖叫着撒腿就跑。这两个群演演技着实不错，那落荒而逃的样子演绎得极为真实。黄渤满意地笑着，你并未理会他们的尖叫，径直朝着收银台走去，一个利落的跨越进入其中。面色苍白的收银员未发一言，一个堵嘴的动作后，便粗暴地打开钱箱开始装钱。然而剧本此处主要想表达的是，此刻超市极为混乱，每个人都想逃离，可实际情况是很安静，并不混乱。看来得自己来添把火。眼瞅着一个人即将从你身旁跑过，你当即抽出棒球棍，一棒子挥下，砰的一声，棒球棍砸在了那人旁边的护栏上。那人瞬间瘫坐在地，惊恐地望着近在眼前的你。周围目睹这一幕的群演也不禁发怵，一种莫名的恐惧席卷全身，心想着不是在演戏吗？你咋还来真的呀？至此超市全然陷入了恐惧之中。终究过了片刻，你心中甚是疑惑，人都打了，咋还没人出来拦我呢？拦的人呢？咋不出来揍我呀？不过导演没喊停，你只得扫视全场，并接着去抢其他收银台的钱了。与此同时，藏在一个货架旁的杜泽内心疯狂挣扎，始终不敢出去。妈的，这个许潇不过是个新人罢了，这一切皆是演戏。我作为老演员，又不是没演过杀人犯。完成心理建设后的杜泽不再迟疑，猛地抄起一旁的凳子朝你冲来。杜泽一现身，你便察觉到了，他接连放下背包，从腰间抽出棒球棍，单手翻过收银台，毫不迟疑，整个人仿若猛虎下山一般向杜泽扑去，手中的棒球棍高高扬起。而在看到你冲来的那一瞬间，杜泽觉得自己仿佛被死神锁定了一般，全身僵硬的无法动弹，并且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。自己莫非真的要命丧于此？杜泽顿时眼前一黑，昏厥过去。而你此刻完全懵了，我还没使劲呢，你咋晕倒了？在楼下看着摄像头的黄渤也懵了，他反应敏捷，耳机一摘，朝楼上奔去。其他人则抱着设备赶忙跟上。你把头套摘下，一脸无辜的眨着眼睛看着众人。没了头套和棒球棍的你顿时变得温和起来。周围躲藏的群演们这才心有余悸地走出来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真碰上抢劫犯了，也不怪杜哥晕了，换我也晕。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。这时黄渤也沉着脸冲了上来，你们刚才咋回事？不是跟你们说好往外面跑吗？你们跑娃娃机里面干啥？听到黄渤的斥责，周围的群演也很憋屈，不是导演这位堵在门口，谁敢过去啊？黄渤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想了想，突然露出一抹狠厉的笑容。既然大家都这么怕许哥，那就搞个脱敏训练吧，每个人都要和许哥拍戏，直到你们适应为止。此刻超市外，记者王水水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。最近黄渤导演的新剧正在拍摄，今日特意受邀前来为大家打探消息。王水水刚进入超市，导演就迎了上来。就在他们氛围和谐地进行采访时，旁边的珠宝柜子忽然传出一阵呜呜声。王水水和黄渤二人瞬间愣住，忽然黄渤像是想到什么，赶忙跑了过去。只见一位被捆得严严实实的女性，嘴里还塞着纸条，呜呜地躺在地上，柜子里的东西杂乱不堪，显然是被打劫了。王水水愣愣地看着这一幕，而这时黄渤已经赶忙跑过去给对方解绑了。他额头上的冷汗都快冒出来了，因为这位群演是他疏忽所致。谁叫你那么熟练，把人家绑了不说，还顺便放倒藏在下面，甚至将人家吓晕了。而后杜泽晕倒，自己带人匆匆忙忙冲了上去，就把这事儿给忘了。黄渤也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意外情况，好在王水水是专业的，帮忙打了个圆场。解释完毕后，黄渤便带着王水水一同上2楼。黄渤拍着胸脯表示，这是我们剧组特意给大家展示的，因为我们剧组本身是一个充满爱的剧组。电梯抵达2楼，里面大门紧闭，然而却蓦地传出一道声音：许哥，我错了，我给您跪下，求您饶我一命吧。此刻二人听着里面一连串凄厉的声音，
全然僵住了。这叫声着实不像是假的。黄渤看着王水水逐步往后退，直至电梯口，一副随时准备开溜的样子。紧接着，铁门又传来一阵敲击声，以及一个人凄惨的喊叫：“啊，我的手！”黄渤快支撑不住了，欲开口解释，可最终着实想不出缘由。他猛地打开了门，一个戴着头套，头套和衣服上沾有血迹，一手持棒球棍，一手拿尖刀的高大身影出现，太可怕了呀！王水水和摄影师径直朝着下方疯狂奔去。哎，等等，我是演员啊，在拍戏呢。你见此情形有些猛，赶忙去追王水水。听到你的话，并且你已摘掉了头套，放下了武器。悍匪气势消散，王水水慢慢停下脚步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拍戏？刚刚那凄惨叫声是演戏吗？有点惨叫，很正常。况且我们剧组每个人演技都很棒，尤其是惨叫声和害怕的表情。”王水水适时地点了点头，勉强地笑了笑。这时，黄渤也走了过来，笑道：“刚刚那样展示，一是为让他们练习一下，二是告知大家，我们拍电影是认真的。”就在黄渤言之凿凿刚说完，即刻就有穿白大褂的人从里面拉着个担架出来了，而陶超跑出来，身体颤抖着对你说道：“报告许哥，他晕倒太多次了，必须得去医院。”你点了点头。只见担架上的人一脸痛苦，随后发现屋子里还有至少5、6个人躺在那里。王水水留意到了这些，说道：“电影的问题我们也都了解了，那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。”说完便迅速带着摄影师离开了。经过1下午的特训，且让你收敛不少之后，总算把这一幕拍完了。第二天，由于你昨日与编剧商讨了剧本，故而导演打算为你增添一个抢银行的戏份。有你这位经验丰富之人在，黄渤和陶超在剧情方面反倒需向你请教。你确定用2根绳子能够打开金库？黄渤好奇地询问道。点了点头，诚然，这个银行的金库摆放位主要是面对面的，将2根绳子交叉，分别绑在2个金库的把手上，而后从中间用撬棍开始转动，借助这股力对付这种金库是游刃有余的。并且抢银行的关键在于够迅速够果决，在警察尚未反应过来之时，将事情办妥为最佳，打死几人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为好。而就在同一时刻，刑警大队的张富和扫黄大队的赵安恰好途经此地，刚抵达便听闻你们在议论抢。就在你讲银行细节讲得兴致勃勃时，手上突然多了一副银手镯，你惊愕地转过头，便望见2张正义凛然的脸。好，抢银行是吧？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这些事，赵安都被气笑了。哪有正常人把抢银行说得如同聊家常一般？实则最为关键的是，张富这个刑侦大队的人都挑不出丝毫破绽，甚至觉得受益匪浅。麻烦跟我们去警局走一趟。不是啊，我们是拍戏的警官，我是给他们讲拍戏的细节。我刚要大显身手，结果还没开始就被直接拿下了。这时黄渤也赶忙走了出来。2位警察同志，我想这里面是存在一些误会的。许哥是在讲拍摄银行戏份的事呢。误会？张富审视了黄渤几眼，接着看到了周围的情况，皱了皱眉。你也跟我们一块走。随即给黄渤也戴上了一个银手铐。昨天我接到报案，说这附近有个杀人狂魔，现在你很有嫌疑，请配合我们调查。这个黄渤，我怀疑是同伙，拍戏只是托词。黄渤懵了，拍个戏怎么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？难道说他真的有问题？不是啊，警察同志，我是冤枉的。我从小到大可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有什么事到局里再说吧。赵安平静地说道。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下，你和黄渤坐上警车离开了。此时张富看着手中有关你的资料，反复看了3、4遍，问道：如实说，你犯过什么罪？可以适当减轻处罚。你绞尽脑汁想了想，试探着说：舍友做手工活时掀了帘子算吗？还有玩大乱斗时，有个人偷偷用治疗，那家伙真狗。喂，警察同志，不许这样骂人。不好意思，情不自禁。他揉了揉眉头，仔细询问了你半天，最终也没查出什么。这家伙难道入侵了我们警察的资料系统？张富对你的怀疑达到了极点，可结果资料显示你确实没什么问题。他一时间都分不清自己该高兴还是不高兴，最后无奈只能放了你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这么多时间，有空请你吃个饭。没事，这也是为人民群众服务，下次可别再误会我了。你摆了摆手，你拿上自己的东西可以走了。我导演呢，已经先放他回去了。看着你脚步轻快地走出去，张富陷入了沉思。他的直觉始终认为你这个人很危险，可你却打了个车又回到了剧组。一进去就看到严建扬眉吐气的大声对黄渤说：黄渤，导演呢？你总是喜欢意气用事，这样可不行。你看，人都被警察抓走了吧？我就说那谁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感觉周围热烈的气氛一下子消失了，随后肩膀被人拍了拍。你出狱了。严建震惊地看着完好无损出现在他面前的你，你没有回答他，而是露出洁白的牙齿，咧着嘴说：回家要注意安全哦。严建一下子想到了你那恐怖的眼神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原本他还以为你落网了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又出来了。对完严建之后，剧组也就正常运行了。这时女主林妍找到你，好奇地问道：咦，警察咋把你放回来了？我也搞不懂，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，怎就老是遭怀疑呢？林妍轻声一笑，方才你对严建之时，可没瞧出有多良善。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适当展露自身的锋芒才是。你言辞凿凿地讲道，你倒是道理颇多。林妍发觉你不单长得俊朗，与你交谈还颇为轻松愉快。他忽地想起何事，
凑至你耳畔言道：“不过你还是多加小心为好。”眼见此人在圈内颇具人脉，你看他现今正和延续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呢，或许就在筹谋如何对付你。无所谓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倘若无戏可拍，我就每日去砸他家玻璃。你耸了耸肩，泰然地说道：“你倒是心宽。”林岩笑了笑：“得嘞，要开拍了。要是真没什么戏拍，找我姐帮忙还是有些门路的。”好。紧接着，林岩加了你的联系方式后便离开了。你摸了摸鼻子，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觉着暖暖的，只是不明白他怎就突然对自己这般好。莫非是自己18岁的事被察觉了？这时拍完戏的你抵达沙县大酒店，正巧碰见忙碌了一天的队长张富和赵安。警察同志，您可是说过要请我吃饭的？你满脸笑意地说道。张富嘴角抽动了一下，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没成想这般凑巧就遇见了你，他也不好推脱，于是便邀你坐下。老板，来一份猪脚饭，加个鸭腿，再加2颗卤蛋。对了，还要一瓶豆奶和1笼饺子。你高声说道。张富惊愕地看着你，大兄弟，这么个吃法，不要命了？你小子还真不见外啊！一旁的赵安则是放声大笑，反正花的不是他的钱。很快3人酒足饭饱后，你打了个饱嗝，多谢警察同志的款待了。没事，张富心疼地付了钱。你等会儿干嘛去？回家洗了睡呗。不知你欢不欢迎我们俩去你家坐坐？你脚步一顿，转头问道：“刚刚猪脚饭多少钱？我来付。”然而张富瞬间抓住了我的手，走不动了。免费的东西果然代价大。唉，去就去吧。我叹了一口气。张富和赵安露出兴奋的笑容，他们仍怀疑我，所以想调查一下家里是人最不设防的地方，尤其这么突然，没准备就一发现些蛛丝马迹。与此同时，接着一个头发5颜6色的魁梧男子说道：“宋哥，我打听好了，这儿就是他回家的必经之路，肯定能蹲到。行吧，那我就稍微露一手。”宋二摸了摸下巴，露出自信的笑容，而身后宋二的其他小弟却有些担忧：“大哥，这儿好像就是星仔说有杀人狂魔的地方。”宋二一愣，见延续看着自己，便又摆摆手：“我们这么多人，还有武器，甭管他什么杀人犯悍匪的，直接干。就算警察来了，咱也不惧。”此时的你正和赵安、张府聊天，与其说聊天，倒不如说是这2位对你的审问。毕竟在来的路上，还听到街头老太太讨论变态杀人狂魔的事。听说那杀人魔就住在这附近，戴着帽子和口罩，专门挑人杀。听到这些话，你有些懵，但随即眼神也变得凶狠起来。什么人敢在我这儿闹事？问过我了吗？别玷污了悍匪的名声。还没等你发作，你身边的2位警察同志眼神变得异样。住在这条街，且气势凶悍，连环杀人等因素组合起来，让张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家几口人呀？对杀人犯你怎么看？大学学的什么专业？是不是还有其他副业？就差把想要调查你写在脸上了。”就在他们不断盘问时，突然5、6个人拿着棍子朝你们3人冲来，你遭此一击，下意识的打算掏出特制的螺丝刀，想狠狠的教训这些人一番。然而张富和赵安的反应更为迅速，径直将你护于身后，高声喝道：“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充满正气的声音使宋二等人稍作迟疑。然而此刻的宋二哪会顾虑许多，他手一挥，小弟们便分散开来，将你们3人紧紧围住。张富和赵安把你护在了当中，警觉地盯着这些人。你们可知袭警是何罪吗？袭警！宋二顿时一怔，而当他听到这话，并看清2人的面容后，才恍然，这不是把你带走的那2个警察吗？他还没来得及细想，只因宋二有个小弟突然脸色骤变。宋哥糟糕了，他是扫黄大队的队长，赵安把我爷爷给抓进去了。那难怪呢。等等，你爷爷？宋哥，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啊。延续看着2人对话，感觉血压都快升高了。对，我去，还真是警察。那咋办？咋办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很快宋二就被控制住了。其他小弟听到赵安说附近有监控后，也只得乖乖顺从了。至于延续，则被你牢牢地钳制住。报告警察同志，我已控制住犯人，请问该怎样处理？你大声说道。给延续来了个夺命剪刀脚，我没法呼吸了，救我！警察叔叔，快救我！延续用力拍打着地面，此刻他整个人都懵了，他着实搞不明白，为何你会和2位队长走在一起，还那般亲密？他只是想教训你一下而已啊，结果却把自己送进了局子，这找谁说理去？好了，你停下吧。张富无奈地说道。就延续那瘦猴般的体格，哪还能跑得了呢？这丫头，还给他来个夺命剪刀脚。不过他这是把我们局长的看家本领给学去了呀。没等他多想，很快随着赵安的一个电话，几辆警车驶来，将宋二、延续一伙人押了上去。赵安和张富自然也要跟着去，2人只得遗憾地表示下次再去你家了。看着警车离去，你便走回家了。然而你刚到家，脑中机械的声音便响起：“恭喜宿主人气值已达标，获得新技能造假钞。”瞬间你发觉自己的化学与美术水平提升了许多，其他方面倒还好，尤其在画钞票方面竟能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，且每个国家的钞票都能如此。你在家中画的兴致勃勃，画了好几百张后才罢休并收拾好，放好画好的这些纸后，忽然觉得无聊。如今的你已经完成拍摄，意味着之后便没有你的戏份了。想了想，你决定还是给黄渤打个电话。黄导啊，许哥，怎么了？你还是叫我小许吧，我不太习惯。没事，你叫我黄导。
我叫你许哥，咱各叫各的。有啥事吗？我记得仇老已经打给你了，是吧？我收到了，就是我闲不住，心里痒痒，所以想问问您，最近还有没有什么戏能让我接一下？有倒是有，我本想着你刚拍完，打算让你休息一下的，可我对演戏极为热爱，无需休息，有合适的戏份直接找我就行。近期我好友张导正在筹备拍摄一部犯罪片，我把你介绍过去。犯罪片你可是颇为擅长的，这我清楚，特意为你找的联系方式，等会儿就发给你。说完黄渤那边，便挂断了电话。你轻叹一声，感觉愈发不对劲了，似乎所有人都认为你特别适合演罪犯，这岂不是把戏路变窄了吗？况且你如此帅气，又这般老实，你本还想着接些其他戏来调整一下心情呢。罢了，现今不是人挑戏，而是戏挑人。就是这样的。次日下午，你抵达了黄渤给的地点，这是一间颇为宽敞的办公室。一走近，便看到4个人坐在一张长桌后，其中还有你熟悉的身影，陶编剧。您不是在？许哥，这部剧的剧本也是我写的。曹操微微一笑。许哥。坐在中间的一个蓄着络腮胡、正襟危坐的中年男子好奇问道：“稍后你就知道我为何要这么叫他了。”陶超并未直接回答，张涛也未继续追问，只是仔细端详了一会儿。老陶，我是因信任你和老黄，才特地让他来面试主演的。一听是主演，你顿时来了精神，从配角跃升至主演，这可是个大跨越，那可不就一飞冲天了。我们觉得许哥不错，才推荐给您的。陶超回应道。张涛皱着眉审视你递来的简介，内容平淡无奇，你仅出演过黄渤导演的一部戏，且尚未上映。此外就是年轻，毕业于电影学院，并非什么抢手的人选，尤其担任主演这般重要角色。张涛出于多年交情，也只能谨慎对待。张涛勉强点了点头，其身旁一男子向你介绍，此次你要扮演的角色是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，该团伙主要印制假钞，还实施抢劫和杀人，对你的要求是足够凶狠，且需具备一定的绘画能力与开车技术。现在你可以演绎一段凶小弟的情节，情绪自行发挥。那人说完起身朝你走来，来，我来帮你吧。好，麻烦你了。你和善地说道。这一举动又让张涛皱起眉，心想这也太温柔了，怎能演好犯罪集团老大？有道具吗？在角落里，你看哪个符合场景都可拿。你点头后朝角落走去。此时其他面试官姿态随意，有的甚至玩起手机，显然对你的表演不在意。只有陶超和张涛一脸认真，前者是害怕，后者是不解。而配合你的是位戴着金丝眼镜，看起来有些斯文的男子，正一脸无所谓地站在原地。我选好了。众人望去，只见你手中拿着一把匕首。别匕首，我看旁边有把大刀，为何不用？张涛不解地说道。你摇头道，现在这社会谁还用大刀啊，笨重得很。再说这玩意有枪好使吗？匕首小巧方便，可随身携带，而且教育手下。你声音渐渐冷了下来。刚刚好。谁他妈开空调了？陶超身边的一人突然说道。他摸了摸自己胳膊，莫名感到一股寒意，最后确认这股寒意的散发者不是空调，而是在你说完那句话后，整个人仿若骤变，一股杀气四溢开来，强大的压迫感令他们呼吸略显困难。那黝黑的眼睛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冰冷之意。当你的眼神扫视过来，他们甚至觉得你并非是在打人，而是在审视一排排尸体。这家伙有些可怕。张涛咽了咽口水，将心中那些轻视的念头收起。而处于中间的金丝眼镜男心中骤然懊悔起来，自己挺身而出是否过于草率了。然而此刻的他已无暇思索，只因你已开始表演。只见你坐在凳子上，翘起2郎腿，手中把玩着匕首，匕首在指尖转动，语气略显散漫。听闻计划被你搞砸了。尽管视线未落在自己身上，可金丝眼镜男依旧感受到了压迫感。他咽了咽口水，冷汗不由自主地从额头淌下，眼睛紧盯着你手中的匕首。不是爹，那个警察太奸诈了。金丝眼镜男眼睛一眨，一股冰凉的触感于他的脖子上显现。再往前一点，便是割喉。虽说他知晓这是道具，并未开刃，然而望着你那如狼般嗜血的眼神，金丝眼镜男毫不怀疑，倘若自己再敢胡言乱语，必定会被抹杀。你知晓我最厌恶有人找借口吗？你收回匕首，冷声言道。不过算了，此次便饶过你吧。你突然开口，这使金丝眼镜男内心一松，如获大赦般。谢谢老大，我下次绝不再犯。金丝眼镜男疯狂鞠躬，你骤然露出一抹笑容。无妨，下次留一些便好。过来一下。你招了招手，金丝眼镜男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可你那不容抗拒的声音令他毫无办法，最终还是挪动脚步，一步一步朝你走去。老大。金丝眼镜男眼睛一凸，眼镜掉落于地，你竟不知何时贴近了他，并且匕首已然出现在了他的腹部。说错了，下辈子留一点就行了。你冷笑一声，将金丝眼镜男放倒后，仿若处置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般，未再投去任何目光。你缓缓擦拭着匕首，那冰冷的视线扫向在场众人。顷刻间，全场鸦雀无声。可以了，这点合格了。张涛赶忙说道，而你则面露笑容，向几位面试官深鞠一躬。见笑了。几位面试官赶忙摆手，他们哪敢真的笑，那不是不要命了吗？此时倒在地上的金丝眼镜男也从地上站了起来，你赶忙上前预扶他，怎料他一惊，连连后退，这时你略显尴尬。你的演技很好，刚刚躺地上那一下特别真实。你思索片刻，夸赞道。
金丝眼镜男沉默不语，他本可以说，刚刚那下压根就不是演，你那气势，那眼神，说实话，那一刻他着实忘了自己在演戏，也忘了你手上拿的是假刀，而是下意识的就倒下了。见你似乎有些不快，金丝眼镜男心里下意识一紧，随后赶忙说道：“没事，进行下一项吧。”金丝眼镜男走回座位上，陶超在一旁打趣道：“老朱啊，没想到你演技竟如此之好，我看可不像是演的呀。”朱成沉默着，未作理会。而陶超因早见识过你的厉害，所以回神较快。他开口向你介绍起朱成，因这次电影的主角是一个犯罪团伙，这个团伙主要在国外制造假钞，会涉及诸多画假钞的环节，故而他是专业的美术指导。你不禁说道。陶超面色一滞，不是，他只是美术指导，怎么可能专业化这个？就算有，也早就在牢里了。你松了一口气，还以为这个剧组如此离谱，能从狱中捞人呢。嗨，好了，开始第二个环节吧。张涛也缓了过来，原本严肃的面庞变得柔和许多，看向你的眼神也认真起来。他此刻才真正有了想要考验你的意思。张涛递来一张纸和一些画面，因这个角色需懂此方面，会有露面画画的场景，若不会，之后可培训。他此话说出，实则意味着这个角色一定便是你了。然该走的程序仍需走，走好了，届时要画的是美刀。你回想一番后，接过纸笔坐下。你表示有图片不用摇，你记忆力向来不错，且在家已练许久。张涛友善提醒，若会画，随意画画，让大家知晓画技即可，勿浪费过多时间。不用，我画这个挺快的。你随口说完，便开始埋头画。见你这般认真，他们不便打扰，便静静看着。因桌子仅他们面前这一张，虽你在对面，但你的一举一动，他们仍看得清晰。本是准备直接看的，结果随意瞥后，人头出来了。曹操忍不住激动道：“闭嘴！”张涛未开口，一旁的朱成怒斥道。只见他一脸凝重地看着你画画，而张涛等人也忍不住凑近围观，越看越心惊，因为你的手极稳，画起来如打印机一般，甚是离谱，且画的与真币毫无二致，并且画的还很快，很快人像便出现了。就在他们以为你画完一面会停手之时，未料你翻面了。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下，你快速画着，全然未顾周围人的目光，他们从震惊逐渐变为狐疑，而后便是害怕。不少人已握紧手机，随时准备报警。而众人震惊之时，无人注意到朱成与他们不同，是从震惊逐渐变为兴奋。没多久，约7、8分钟左右，你便结束作画，本可更快，然想着毕竟是面试，需重视些，便画得精细些。拿起查看，除材料不足外，毫无瑕疵。然而你画完之后，却察觉周围骤然变得鸦雀无声。你满心疑惑地转过头，看到你身后除了那位金丝眼镜男朱成，其余人都一脸惶恐地退至一旁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困惑地问道。许哥，你是专门画这个的？最终还是陶超鼓足勇气开口。这时你才恍然醒悟地说道：“并非如此啊，我只是画技高超罢了。画技好能画这个，应该算正常吧？”你这才明白自己会画这个美刀确实有些微妙，不过也无可奈何。自从你获得那个造假钞的名号后，也就对画钞票颇为擅长，其他方面则较为普通。想着面试必须要展示拿手绝活，好在你头脑灵活，赶忙解释了一番。可是其他人依旧一脸不以为然。谁家美术好的会画这个？先不说能否一笔一画完美复刻的问题，单论你这画画的熟练程度，还有根本无需查看任何图案，直接徒手就能画出来，这种熟练度，若说没画过几百上千张，根本无人会信。在国内画美刀倒还好，万一画的是别的，他们都不敢往下想。好在这时朱成开口了，他表示没错，画的挺好，有些小瑕疵，但瑕不掩瑜，你们过于大惊小怪了，只是画画而已，又不是真的去制作，怕什么？朱成虽这么说，但还是忍不住拿着你的杰作仔细端详了一番，咽了咽口水。虽说有瑕疵之类的，实际上这一张的完美程度，倘若换上相应的颜色并进行制作，那放到银行验钞员面前，他恐怕都难以分辨。这个画技太过逆天了。朱成内心炽热无比，只是强行将其压制住。好久没见过能将一件东西复刻得如此完美，我能拿去收藏吗？当然可以。你点点头，显得毫不在意。家里还有许多呢，想画的画随时都能画出一堆。而听到朱成的话，张涛以及陶超一行人这才发觉自己似乎确实有些反应过度。不就是画的像吗？不就是直接凭空复刻出来吗？又不是现场制作，慌什么？再者说，作为导演，张涛理应高兴才是。很快关于车技的考核你也顺利通过，而你自然被录用。面试成功让所有面试官折服，没有一人有异议。张涛更是满脸兴奋。好啊，老陶，你推荐的这人选太棒了，这简直就是为剧情量身打造的呀！还有这无敌演技，马德，我再去拉些赞助商，看能不能找个小鲜肉带流量，说不定这次要大火了，票房肯定会大卖。张涛兴奋地说道。接着先是添加了你的联系方式，而后与你完成签合同等一系列事宜后，带你忙完。时间已至晚上，你回到自家，刚上楼梯，凭借悍匪的直觉，你即刻察觉到异常，楼道似乎有人，你脚步变得谨小慎微，接着握紧螺丝刀，悄然走近一瞧，有2道身影，楼梯灯颇为昏黄，你审视了片刻，这才径直走了出来。原是2位警官啊，深更半夜前来，莫不是要给我颁奖的？此刻蹲守在你家门口的，正是那2位队长张富和赵安。
你咋这么晚才回？赵安问道。我去面试了。你回答道。面试啊？吃饭了吗？咋刚拍完就想着下一步了？张富说道。你审视着二位，总觉有些异样，警觉地贴在门边听了听，确认家里没埋伏800个大汉后，这才开门进去。2位警官找我何事？你思索片刻，态度旋即转变，变得热情起来。没准这是个契机，表现好点，或许就能消除警察对你的怀疑了。你这般想着，接着说道。2位先坐，我给你们做点吃的，正好一起吃个饭，别太见外了。张富欲阻拦，然而你却兴致勃勃地跑去了厨房，不知情的还以为你要去下毒呢。张富和赵安就这般看着你在厨房忙碌的身影，对视一眼，而后默默站起，扫视着眼前房子的布局。令他们意外的是，你的房间颇为整洁，这反倒让张富和赵安察觉到一丝不对劲，看似随意的在房间里走动了一番。先是客厅，仅有一个寻常的沙发与书桌，书桌上存有诸多纸笔，看上去皆为作画之物。赵安眼神仿若察觉到了什么似的，望见抽屉貌似未关好，赶忙示意张富前来。2人相互对视一眼，踌躇着是否要将其打开。未经同意擅自翻动他人东西，本身便是极为无礼之事，况且他们身为警察，最终他们还是决定不去打开。刚欲离开，却骤然留意到书桌下方有一张颇为熟悉的纸张，橙红色，此为100元。赵安将其拾起，这人怎如此阔绰，100元都随意丢弃。赵安刚欲帮其放回抽屉，却被张富阻拦。他接过这张100元钞票，置于手中仔细摩挲一番，而后抬头对着灯光审视一番，又从钱包中拿出一张进行比对，随后神情愈发沉重。赵安此时亦察觉出异样，因捡起的这张与张富掏出的那张100元尺寸全然不符，颜色亦存在差异，关键在于手感亦有差别。难道说2人猛地将抽屉打开，哗啦啦，只见抽屉中散落出诸多纸币，有他们熟悉的，亦有一些看着面熟的，还有一些从未见过的，但他们存有一个共同之处，便是极为逼真，看上去根本不似假币。2人对视一眼，皆咽了咽口水。赵安眉头紧蹙，难道此人和近期的假币案有所关联？恰在此时，厨房传来声响，张富赶忙将钞票拍照后又塞回了抽屉，随即2人坐在沙发上，佯装若无其事之态，但内心却掀起惊涛骇浪。而做好饭菜的你望着沉默的2人，虽心存些许疑惑，不过并未过多在意。向来独自居住的你烹制了2道最为擅长的佳肴，3人就这般默默吃了起来，感觉氛围似乎有些异样。你面带微笑，主动言道：不知2位警官亲自前来找我是有何事呢？张富停顿了一下后，才郑重地说道：此次是上头安排，得搞个反恐防暴的演练活动，双方需相互准备，攻和防。局里目前的方案是与银行抢劫有关的，由我们这边来扮演劫匪，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由你来设计此次的反恐防暴演练。我来设计。你难以置信地指了指自己。没错。赵安点点头，表示认同。不是，这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一个小演员能干啥？你懵了。赵安立刻严肃起来。怎么会没有关系？这可是关乎权势荣誉，输了不但会被其他事嘲笑，领导也会不重视，资源倾斜不到咱这，警队建设就会受影响，最终遭殃的还是百姓。赵安苦口婆心地说道。你却愣了愣，假装抹了抹眼泪，说道：我懂，2位警官，不是我不帮，可我只是个小演员啊。你一眼看穿他们是想上升高度，然后道德绑架，但你根本不买账。你虽刚出社会，但不傻，答应了这事，虽能得警察好感，但完全没必要，既不长名气，又没其他好处，而且去扮劫匪，岂不是纯纯过去挨打？演练吗？是做给上级看的。劫匪这边肯定要放水，然后被对方狠狠拷打。你不想遭罪？再说了，你已经接了新的剧本了，哪有时间陪他们玩？正想着，赵安和张富对视一眼，张富开口了：知道曹庆导演不？他欠我一个人情，要是你帮忙，我让他把你安排到境内挺火的户外综艺当嘉宾。你眼前一亮，这可是个绝佳机会，自己既没公司经纪人，也没工作室，最缺的便是曝光度，要是能上这综艺，说不定就走红了，后续戏约自然不用发愁。想到此处，你瞬间川剧变脸，一脸谄媚地握住张富的手。好，我去。张副警官，您简直是我的大恩人啊！张富一阵不适，把手搭在了枪上。我们警察不能随意开枪，但你再这样，我可不保证不会怎样。你赶忙理智起身，嘿嘿一笑，别误会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？张富和赵安对视一眼后，轻咳一声，抢劫银行，你肯定比我们在行，这事全权由你负责就行，我们会派人协助。那是全力以赴还是放水呢？你好奇道。张富思索片刻，全力以赴吧，上级盯着呢，放水太明显会被察觉，而且别小瞧对方，这次他们为了面子肯定会派最精锐的人，当然我们也是，所以你全力以赴没问题，即便你再熟练，难道还能和那些大佬相较吗？好，听到2位警官的话，你便放心了。你们可以提供什么装备吗？只要你需要的都可以，当然枪械不行，仿真的倒可以，或者你自己准备准备。张富和赵安2位警官交代着注意事项，且表示会出资金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你听得颇为认真。随后表示自己来制造，并询问威力大小是否无限制，只要不涉及炸药或危害社会的东西，且千万不能伤人就行。你点了点头，接着问道：能否提供一把枪的模型？张富和赵安对视后表示，
可以提供，但最后必须上交。你自信满满的回应道：那没问题。张父和赵安不清楚你心中所想，询问你是否能抵挡那些专业人员。你回应道：应该问题不大，不说乱杀，至少跟真的也差不了多少。同时在心里暗自嘀咕说的谁不是专业的一样。张父见你如此自信，心里有了底，觉得你虽爱说脏话，但人还算踏实，不说大话，除了不肯承认自己是杀人犯外。他接着询问你大概需要几个帮手，你思考后说随便来5个，没啥要求，听话就行。随后又补充其实1个人也行，可能还简单点，主要是不想太惊世骇俗。行，时间定在1周后，记得提前几天来做好布置。此次演练的荣誉就靠你了，记住不必留手，拿出你平日的那股劲儿，就像面对警察时那样。张父和赵安为你鼓劲，你无奈表示自己是守法好公民，可没跟警察对着干过。总之加油，这是你合法与警察过招的机会。说完，2人便出门了。你一时语塞。另一边，朱成乘车抵达郊区的一个地下室，这里已聚集了大概5人。地下室内摆放着各种化学仪器以及各式各样的纸张。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，绘制美刀的方法我已找到。听闻朱成的话，实验室的人瞬间欢呼起来。朱成直接把今天你复刻美刀的事讲了出来。老大，你确定这人真能完美复刻？我确定，我研究许久，总有些瑕疵，且用时至少1小时，但他不一样，不到10分钟就搞定，精准度至少是我的3倍以上。那他会来咱们这儿吗？这个我还得再试试。老大，你直接跟他挑明啊，能挣这么多钱，没人会不动心。只要能复刻美刀，那咱们这儿可就……朱成冷眼看着在场所有人，说道：闭嘴，我们这是绝不能暴露，也不能乱讲。他那边我会慢慢试着拉拢，咱们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。1周后，你接到通知进组，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，这部片子要宣传正能量，所以得有个正派人物，也就是警察。名义上警察是主角，但戏份最多且最重要的无疑是你。名不见经传的你能担任这部电影的主演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涛是个很强势的导演，而且他出资最多，在剧组话语权最大，所以张涛能按自己喜好选人。这次甚至请来了一位势头正盛的人气小鲜肉。各位，剧本已到你们手中了，有什么疑问可以说出来。这时你看了眼坐在身边的男子，白白净净且脸上化着妆，正准备打招呼，毕竟要演对手戏，且对方名气不小，交个朋友没错。可人家根本不理你，你心里不爽，也懒得理他了。然而这家伙却突然站起，张导，怎么了？小崔，我想换角色。崔鑫认真说道。现场顿时安静，眼看要开拍了，却提出换角色。张涛温和的笑容没了，变得严肃。为什么？崔鑫也没隐瞒，而是指向你。原本我以为这么重要的角色会是老戏骨或咖位比我大的人演，可他看着像刚入行，演技估计没我好。我就想问凭什么？崔鑫说得很直接，在场的人都不由咽了咽口水。还没开拍，火药味就这么浓。张涛脸色沉下，眼神不自觉落在你身上。只见你和善的笑容消失，众人突然感到一阵寒意，特别是崔鑫，甚至有种被死神盯上的感觉。他咽了咽口水，不知为何会有这种感觉。整个场地的气氛都凝固了。你站起身来，言道：我坚信自己能被选中，定是有些方面得到了导演及各位的认可，认为我与这个角色适配，在演技上我亦有信心。言罢看了一眼崔鑫，又望向张涛。张涛满意的点点头，没错，我是想将这部电影拍好，而非论资排辈。然而这是个由犯罪集团投资的角色。崔鑫有些急切地道。好了，张涛直接打断，而后挥了挥手，老孙，麻烦拿刀来。既然存在质疑，那直接看其表演即可。倘若你觉得自己比他强，那你就上，不行就乖乖闭嘴。闻言，众人心中不禁燃起了热情，他们对你这个主演的位置颇为眼馋，况且有张涛和崔鑫在，票房定然有所保障，因而他们看向你的眼神也逐渐发生了变化。很快，道具老师递来一把刀，张涛道：注意点，别伤到人了。说完，他默默起身，往后退了好几步，这才放心，朝你点了点头。你接过刀，看向崔鑫，喊道：喂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演戏归演戏，别公报私仇啊。崔鑫一边后退，一边颤抖着说道。此刻他才察觉，原本和善的你，整个人变得阴森起来，那漆黑的瞳孔令他汗毛直立。而你手中拿着的虽是道具刀，但给他的感觉却似一把削铁如泥的绝世宝刀。你身上的气势更如一位饥肠辘辘的猛虎，正一步步朝他逼近。崔鑫只得步步后退，撞到一个个板凳，连逃跑的勇气都丧失了，双腿颤抖不止。至于其他人，早已跑开，躲在远处惊讶地看着这一幕。最终崔鑫瘫倒在地，眼睁睁看着闪着寒光的刀朝自己的脖子割来。他的星途才刚刚起步，为何你会如此可怕？崔鑫在心中不停地咆哮，然而无人为他解答这个疑惑。寒光乍现，崔鑫惊声尖叫，紧闭双眸，许久过后却安然无恙。而你已然手持小刀，悠然坐在座位上，面带笑意地凝视着崔鑫。崔鑫下意识地触摸脖颈，未现预想之景，自身亦毫发无损，遂长舒一口气。不知何时，其冷汗已浸湿面部妆容，一滴水珠自其下巴坠落地面，难辨是汗水亦或泪水，太过惊悚。张涛未顾瘫倒在地的崔鑫，先令你将刀弃于地，而后方让人去时，他轻咳一声，便让众人重回。此刻众人对许肖任主演之事，想必应无异议了吧？张涛扫视众人，此刻他们的眼神
已然从起初的好奇与不屑，化作了恐惧与理所当然。而始终目睹此幕的朱成，更是吞咽了下口水，也开始思索：是制造假钞会丢命，还是将你招进来会丢命？自己能否掌控你呢？不过你看上去如此年轻，应当还是极易哄骗的吧？望着已然老实许多的众人，张涛对此极为满意，这是他讲话最为舒畅的一回，心中认为将你招进来，实乃一项无比明智的决策。于是，陶超这位编剧开始阐述这部剧的重点，以及印假钞的具体细节。然而他尚未讲完，便被你打断。你抬手说道：“陶哥，假钞不是这么印的。”听闻你的话语，陶超皱了皱眉，但鉴于你的威势，他选择了缄默。你轻咳一声，知晓当众打脸不妥，故而赶忙解释道：“其实陶编剧所言无误，只是有些细节有所疏漏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电影所拍摄的那个年代的美元，是改用了迪普莱西斯版本的富兰克林，画像放大了50，即便使用解像度最高的打印机印制，也会有摩尔纹。最为关键的是，富兰克林的衣领处还采用了微缩印刷。”你列举了诸多细节，也顺势提出了解决之法，一副滔滔不绝的模样，听得众人瞠目结舌。曹超更是拿出小本本，拼命做着记录。虽说这种剧的重点的确是在犯罪本身，并非印假钞这事，可一部电影若要有代入感，专业度着实重要。况且你的这种懂，全然不是那种生硬的理论知识，倒像是具备实践经验一般。众人想到此，望向你的眼神中畏惧更甚，而看上去颇为严肃的张涛，更是撑着下巴，不时点点头表示认可。终于你将理论讲了个大概，我要说的便是这些，多谢。陶超郑重地看着眼前的笔记本说道：“没事，这是应该的。”你摆摆手。至于其他打斗的戏，你在背剧本时就和陶超交流过，因而问题不大。张涛见二人聊完后，轻咳一声，重新把话题拉回，让人开始筹备第一幕的拍摄。你作为戏份最多且最为重要的反派，第一幕便以你为主。不过此角色处于你的舒适区，故而你拍摄起来颇为轻松，基本都是一次通过。张涛对此尤为满意。很快一个上午过去，剧组的盒饭中，张涛特意为你多添了一个鸡腿。吃完饭后，调试了一会设备，你便准备离开。下午要不接着再看看？我觉得还有一些地方没搞懂。曹超虚心问道。如今他对你甚是钦佩，除了抢劫之外，没料到你还会印假钞。不了，下午我还有事。去干啥？曹超好奇地问了一句。我们给你的片酬不低啊，你还有什么兼职吗？不会影响到拍戏吧？张涛皱着眉问道。作为他手下的主演，还要出去做兼职的话，传出去岂不是说他小气？你还差多少钱？我可以提前给你。不用，我就干一个下午罢了，很快的，绝对不会影响到拍戏。只见你说着话的同时，从口袋中拿出一个黑色头套，戴在头上，接着从腰间抽出一把刀，一会儿就能搞定，用不了多长时间。说完你便走了，只留下瞠目结舌的张涛和陶超二人。不是我说，你这装扮咋这么眼熟呢？原来你说的赚钱方式竟是抢银行啊！不是兄弟，你别逗我。若是其他人如此行事，张涛和陶超只会认为对方在开玩笑。然而你不同，并且在编剧陶超心中，你本就有抢劫的前科，如今还这般行事。而对于张涛来说，只是单纯认为您的那种气质很契合他对抢银行之人的刻板印象，会飙车又会杀人，这简直就是剧中人物现身于现实之中了。是否要去阻拦一下呢？曹超的喉咙略显干涩，张涛的神情也有些不自然。罢了吧，我怕遭其报复。那是否要报警呢？想必也无人会信吧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张涛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言道：咱俩还是探讨一下，谁更适合这个角色，重新挑选吧。与此同时，东海市民富银行里，由于事先与警方展开了合作，因而并未接待过多的人，而其中的职员也都是为了达成最为真实的反应，也是为了模拟您的提议，即平常怎样就怎样来，至于何时到来，自然是未告知他们的。因而银行员工虽心存好奇，但仍老老实实的工作着。此刻的1号办理窗口，员工正好奇地打量着面前这个戴着口罩、墨镜以及帽子的人。大夏天这般装扮着实怪异，不过他还是竭力压制住了这种异样的想法，依规进行了办理。而银行员工并不知晓，眼前这位女子乃是颇具名气且毫无绯闻的大明星林岩。因近期经纪人请假，且助理又是新到的，他不太放心，所以该办理的业务还是得亲自处理。由于是私人账户，所以林岩并未换经理之类的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低调。您的钱已存妥，慢走。林岩轻声回应道，拿起银行卡，一转头便看到一个熟悉的男子。林岩略感惊喜，他没料到自己来存钱竟能碰见。自上次拍完戏后，二人的联系便少了许多，以致连对方近期在做何事都不知晓。刚欲前去打个招呼，便看到了您。环顾四周后，迅速将玻璃门关上，戴上黑色头套，从腰间抽出一把枪，而后对准摄像头，啪！巨大的枪响声与摄像头爆炸的声音几乎同时响起。抢劫！全部给我抱头蹲下！一声冷冽的怒吼响起，整个银行的人都不禁望了过去，众人皆有些发懵。随后有人忍不住骂道：你丫有病吧，拿个假枪吓唬谁呢？他身旁的一个机器骤然爆炸，那人瞬间在风中不知所措。你再度开口道：都给老子乖乖蹲下！这下全场的人都安分了，赶忙蹲了下去。原本他们还以为是场恶作剧，毕竟在当下这个时代，抢银行这种事只在国外以及影视剧中出现，所以觉得离自己很遥远。可现在他们不得不信，因为那把枪确实能要人命。都把手机交出来，然后抱着头到角落蹲着。你持枪说道：这便是此次行动的要求。最终你还是回绝了队长，
以及张父派给你的几位手下，决定独自前来。此时大厅里所有人都已蹲到角落，而这时银行经理也恰好走了出来，外面的动静自然将他吸引过来。他走出来一瞧，当即就被黑洞洞的枪口瞄准，一股强烈的杀气令他的心脏急速跳动起来。你未发一言，仅是用枪示意经理过来。经理也已回过神，以为进入演练阶段，赶忙配合的跑了过来。一过来就看到掉落的监控，赶忙小声跟你讲道：喂，你们损坏的这个监控器得赔。你并未言语，只是将开过2枪，尚有些热的枪口对准经理的脑袋。经理这才察觉不对，看向你，那冰冷的眼神根本不像是在演戏，这是真枪啊！万一走火他就完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而此时你已拿好钥匙，将银行的门关上，彻底阻断了外界与内部的联系，外面无法看到里面丝毫情况。你先是让他们逐个将手机以及包里重要的东西拿出，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冷漠地看着一部部手机出现在你面前。突然，一个受惊男子趁着放下手机的间隙，猛地将其抱起并朝你扑去。见此情景的人群不禁激动起来，他们认为在此距离下，且这个歹徒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，定然毫无防备。然而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，前一秒还满脸凶恶的那人，转瞬便被你制服于地，乌黑的枪口对准脑袋。那人当即不敢挣扎，赶忙说道：我错了，不要杀我。你冷漠地回应道，接着放开了他，让他重新回到队伍里。其他人至此再不敢轻举妄动，一股可怕的气息在众人心中蔓延，纷纷直呼倒霉，感叹周末来趟银行竟会遭遇此种事情，真可谓是倒了8辈子霉。而在这当中，仅有一人的眼神并非恐惧，而是震惊。此人便是林岩。当目睹你这一连串举动时，他着实懵了。周遭既无演员也无摄像头，这表明根本不是在拍戏。难道你真的是来抢银行？而此前拍戏时，你那抢劫的熟练程度，莫非是特意练习的？喂，那边那个戴墨镜和口罩的，脱下来。林岩惊愕地抬起头，便见你正看着自己，二人目光交汇，你觉得有些面熟。银权关闭之时，就有人察觉到异常，并且报了警。由于此次行动是你独自一人，说实话，连警局也不知从何时起，接到电话的那刻，赶忙将消息转交给巫师的警队。他们收到消息的瞬间，二话不说便朝地点赶去，而张父等人则是从容不迫地跟了过去。许萧一个人行吗？赵安颇为担忧地问道。这场演练要是出问题了，那张父就得担责了。二人作为好友，自然不愿看到对方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谁知道呢？昨天才突然找我，说要独自前往，我给他派人，他都不要，真奇怪。对方可是一个警队，加之知晓这是演练，所以他们也会有恃无恐。那即便你再如何威胁，对方都不肯相信也无用啊。确实如此，演练的弊端便在于此，所以才无人接手。不过既然已决定是他，发生什么坦然面对即可。巫师带队的成员中，有个身材高大健硕的男子，姓杨。这位杨队长一下车就有条不紊地展开部署，先是命人拉起警戒线，并将银行包围起来，接着安排以3人为一小队，尝试从其他方向进入银行。他们的大部队则部署在银行大门前，以此来放松劫匪的警惕。只要他们在大门处争取到足够时间，同伴便能顺利潜入，将劫匪击毙或制服。当然，这是针对劫匪仅有1人的方案。安排好这一切的杨队长神情严肃地看着眼前的银行，而他身旁的警察则手持喇叭高喊：请放下你手中的武器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赶快束手就擒。看到林岩摘下口罩和墨镜时，你有些发懵，怎么演练还能碰到熟人呢？但作为一名演员，只要导演没喊停，就不能停下。此刻你所扮演的劫匪亦是如此，熟人就熟人吧，正所谓生人宰一半，熟人大满贯。你的手机呢？你语气愈发冰冷，丝毫未因是林岩而受到影响。这许小岛什么呢？真就这么缺钱吗？缺钱跟姐说呀，又不是养不起他。林岩未擅自开口，他尚未摸清你究竟要做什么，且你此刻看上去情绪不太稳定。再等等。林岩将手机交了过去，你便不再看他。待所有人交完手机后，你将他们逐一绑好。当走到林岩身旁时，林岩小声问道：喂，你要干嘛？唉，做个兼职，我也不想来的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。你想了想，还是安慰了一下林岩，免得吓到他。毕竟林岩对自己确实不错。然而你并不知晓，听了这话的林岩脸色一白，哪有兼职是抢银行的呀？而且还是最后一次，这表明你是惯犯了。林岩彻底乱了，你这是铁了心要抢银行的节奏。不过林岩还是捕捉到了关键信息，他亦非自愿为之，莫非有人迫使他行此之事？若不照做，便以家人相胁或其他手段相逼。林岩呼吸略显急促，觉着自己似是触及到了真相。一位本应行于正道的少女，却因邪恶势力的威逼利诱，最终只得从事这般勾当。我定会设法救你。林岩心中暗语，他亦未料到你竟有如此过往。你自是不知林岩心中所想，然你知晓，将这些人绑好后，你便提着银行经理去取钱，途中顺路将可能潜入银行的地方封堵，取出一些你事先备好的小物件，藏于暗处，一旦触碰便会发出警报。一切妥当后，你一察觉到银行外传来的警笛声，被劫持的众人亦因此变得躁动。砰的一声枪响，闭嘴！你冷冷言道，此枪并非胡乱射击，所对准的乃是此处的最后一个监控。当下重要人物皆已聚齐，可放手大干一番了。你心想，对方乃其他市的专业人员，也就是说，你务必展现出实力方可。待钱装妥后，你一把拽过林岩，把这个对讲机递给那些警察。出去后径直跑，
莫回头，否则我杀了你！你的冷言令林岩身躯一颤。队长，潜入不进去。杨队长派去潜入银行的几个小队，纷纷折返。何因？杨队长目光一凛问道。那人对银行极为熟悉，所有除大门外可能进入的通道皆被封堵，无法推开吗？其中一支小队的人略显尴尬地说道。我们推开后，即刻有一个警报器响起，随后便有枪声传来，而且我们发现推开的仅是第一层，有一个陷阱装置在那，或许需用真枪方能打开。其他小队亦皆因此缘由才退了下来。听闻手下人的汇报，杨队长的心不由得沉了下去。他终是明白，为何东海市公安局敢派一个外人来行劫了，多半是此方面的行家。或许年轻人提供的这一情报有误，定然是个经验丰富的中年人，在实施银行抢劫时反应竟如此迅速。望着眼前门窗紧闭的银行，杨队长陷入沉思。当下无法突破，唯有采取谈判这一办法，这是杨队长极不情愿的，进展太过缓慢。沉默片刻，他正欲让手下人去喊话，怎料银行大门突然开启，一名头戴黑色头套的男子手持一把手枪抵在一名女子头上。这女子容貌姣好，看着颇为眼熟，其手中还握着一个对讲机。此二人现身之际，整个警队即刻警觉，赶忙将手中枪支对准他们。然而那面罩男未发一言，其露出的双眼竟是冰冷地扫视着这些警察。接着卷帘门缓缓下降，降至一半时，那女子迅速跑出。待她跑出一段距离后，卷帘门再度关上，未给警察丝毫冲进去的时机。而林岩跑来，警察们并未放松警惕，不过很快便有人认出，这不是女明星林岩吗？我还看过她演的剧呢。有人激动地说道。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出了她。安静！所有人看到杨队长严肃的眼神，立刻噤声。杨队长对跑来的林岩上下打量一番，确认除手中的对讲机外再无其他可疑之物后，便让他过来了。林岩跑来后，赶忙喘了口气，紧张地对警察说：拜托，你们一定不要伤害他，他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林岩显得很紧张，眼眶甚至都有些湿润了。杨队长听到林岩的话，不禁一愣，现在演练都这么逼真了吗？还自带剧情，这也太配合了吧。杨队长还是回应道：放心吧，我们的目的是解救人质，这是我们的职责。至于你说的那个人，自然也在我们的保护范围内。杨队长还以为林岩说的是人质中有他的亲人，杀了。不是爹，我的意思是你们别伤到那个抢匪，他肯定是被迫才这样做的。林岩赶忙解释道。杨队长及周围警察一愣，这剧情颇有些趣味，随即点头表示认可。接着赵丽询问银行内状况后，便将注意力投向了对讲机。这对讲机，杨队长隐约觉得有些不妥，却又说不清具体何处不妥。然而还未等深入研究多久，对讲机骤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给我准备一辆加满油的车和100万现金，还有让你们准备潜入的那些人都赶紧离开，别妄想进来了。我已安装了爆炸装置。爆炸装置！杨队长内心一惊，转而看向云，看到对方那担忧的神情以及眼神深处的恐惧，不禁愣了愣。这演技着实逼真，怎么着也该得个影后吧？而且他为何感觉如此对劲？不对劲之处在于这个对讲机是有屏幕的。突然对讲机上的屏幕一闪，随后一位手持枪、头戴黑色面罩的男子出现在屏幕中，画质略差，但勉强能看清。随着男子枪所指的方向，是一堆人质。这些人质满脸恐惧与害怕，神情挣扎，这太过真实。杨队长咽了咽口水，试探着说道：你说的那些条件可能需要一些时间，而且100万是不可能的。砰！一颗子弹射出，杨队长亲眼看到枪口冒烟，而且那声响，多年警察经验告诉他，这声音真的很像，或者说就是真枪实弹。你们10分钟，多1分钟就杀一个人。杨队长有些迟疑，这只是演练而已，难道自己真要去准备这些东西？未免有些太奇怪了吧？可若不准备，这人又着实古怪。说实话，看着这些画面，他真的觉得自己面对的就是一个抢劫犯，而且是一个抢劫银行的惯犯，手法老练的那种。现在自己该如何是好？一向沉着的杨队长此刻变得有些踌躇。然而屏幕中的劫匪未给杨队长过多思考时间，瞧着杨队长似还在犹豫，那屏幕里歹徒的脸猛地凑近，其阴冷眼神令杨队长心头一紧。接着只见其缓缓言道：忘了跟你们讲，你们手中的那对讲机里头藏着一颗炸弹，只要我按下此按钮。其冷笑一声，而后按下了手中的红色按钮。杨队长大惊，整颗心骤然紧绷，那大腿仿若拿着烫手山芋似的，赶忙丢了出去。砰的一声，刚落地，对讲机便爆炸。不过因对讲机不大，故而威力较小，可若是对着人，且还是那般近的距离，起码也得受些不轻的伤。杨队长至此才切实意识到，眼前这银行里的劫匪或许是真的，遂赶忙让人去联系张队长，询问这里面的人是否为他的人，其他人则设法准备歹徒所需之物。此刻距杨队长约100米处有一辆警车，车上坐着的正是张富和赵安，二人吃着小吃，颇为悠闲地看着杨队长他们的举动。这林岩拿着对讲机干啥呢？不知他们似乎在谈些什么，咋杨队长一脸纠结呢？张富和赵安皆满心好奇地看着，眉头紧蹙的杨队长尚未想明白，便瞧见杨队长一脸惊惶地将手中的对讲机扔出，而后重重地落在了地面上，炸了。张富和赵安顿时瞠目结舌，不是吧，玩这么大，这是动真格的了。二人咽了咽口水，心中开始有些发慌。许潇咋搞到这种东西的？不要命了！虽说这是演练，
可这种东西肯定是不许的呀。张父着实懵了。不是，我虽让他尽情发挥，但这种武器我可没给啊。难不成是他自己造出的手搓炸弹不成？赵安和张父一时间陷入沉默，突然很懊悔让许潇来了。赵安瞪了张父一眼，张父尴尬地笑了一声。虽说我是说让他全力而为，但没让他扔炸弹。先别说了，杨队长来电。张父赶忙接听。喂，杨队长询问这里是否为抢劫演练场地。是的，张父郑重回应，提及那个炸弹。对方质疑的口吻令张父不禁咽了下口水，他强行镇定地回答：放心好了。张父挂掉电话，与赵安对视后，两人迅速拿好东西，接着朝杨队长所在之处奔去。此时杨队长满心恼怒，心想一个演练闹这么大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行，就这么玩。遂叫人准备强行突破。他沉稳地说道。其实张父的话也让他稍感安心，起码知晓这只是演练，不是真的。队长，里面又扔出一个对讲机。什么？杨队长眉头一皱，这次他格外谨慎，让人用防爆盾顶在前方，仔细查看一番后确认无事。看着周围人那一脸惧色，他极为不满地斥责道：就一个炸弹，一个个都这么胆怯，万一遇到真的该如何是好？队长能离我们近点说话吗？有警员无奈地看着躲在防爆盾后的杨队长。不过这个扔出的对讲机却有不同，那便是没有屏幕，并且无需杨队长靠近，直接是外放声音。你们别妄想破开了，我一直盯着你们，若敢妄动，呵呵。电话中传来一声冷笑，紧接着砰的一声枪响，随后便是一声惨叫。啊！杨队长心头一震，这惨叫声太过真实，全然是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。而且不止电话中，他在外面也听到银行内传来的这声枪响。这真的只是道具吗？您先冷静。杨队长说完，仔细查看了一下四周，先是轻声让手下人去探寻附近有无能看清此处的监控，接着又示意让人设法找出能够破开大门的装置。实在不行，就只能强行冲击了。先冷静些。赎金正在送来的途中，我们需确认里面究竟有多少人。稍过片刻，电话里传出声音：23个。23。杨队长眼中掠过一丝疑惑，若加上刚放走的那个，便是24个了。杨队长眉头紧蹙，此人似乎毫不着急，竟真在老老实实地回答自己的问题。电话那头再度传来声音：我要你们准备的东西还在路上，那周围的警察撤了没？自然。杨队长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对，实在是太不对了。究竟是何处不对呢？杨队长虽回答未包围，然而在那次爆炸后，他已在每个路口安排了人，让人插翅难飞，不许任何车辆乱行。可为何你如此淡定？杨队长突然觉得此事颇为棘手，这是他从业多年来少有的感受。问题主要在你这儿，其他人演练时，那些扮演者都很假，根本没有代入感，仿若那种 NPC 一般，只是机械的完成任务。而此刻杨队长则是完全沉浸其中，只因这劫匪太过逼真，无论是语气、应对手段，乃至眼神，毫无虚假，仿佛他真就是这名劫匪。有趣。杨队长咬着指甲思索着，此次演练，东海市想必耗费诸多精力筹备，否则怎会有如此精巧的布局？此刻该张父和赵安登场了，然而他俩并未告知眉头紧蹙的杨队长，只是在外面观察。见杨队长这般模样，二人心中不禁一惊，周围人似乎都有些无计可施。张父和赵安心中震惊的同时，也在哀叹：你若早说你会全力投入，我们也不敢多言啊。二人皆忧心忡忡，现今这般情形，着实难以收场，总不能强行喊停吧？若继续下去，万一这些人真的无能为力。砰砰！忽然，银行内传来声响，与此同时，对讲机的声音也变得杂乱起来。杨队长赶忙抬头，紧接着迅速做出反应：快开门！杨队长脸上露出狂喜之色，有漏洞，最坚固的城墙往往从内部被攻破。果然，一个人怎能控制住20个人？这人终究是栽了，估计已在里面遭人殴打。张父和赵安在心中默默祈祷着，希望一切安好。没多久，杨队长带来的人将银行门打开，连卷帘门都被扯坏。正如他们所料，银行内很明亮，那些人质都站着，未被捆绑，人质脸上也无伤痕，更无他们想象中众人围殴的场景。他们中有的在打电话，有的在地上玩手机，有的在聊天，甚至还有的跟警察打招呼。人呢？杨队长的目光扫过人群，每个人都看了一遍，却唯独没发现劫匪的身影。不对劲，十分不对劲。他在哪里？难道在人群之中？钱呢？谁是经理？我是银行经理。银行经理赶忙跑了出来。那个抢匪人呢？银行经理也茫然地摇了摇头，不知道。我们被绑之后，他把灯关上后，有人摸到刀片，割开绳子，将我们都解开了。接着你们就进来了。银行经理的话使杨队长脸色一沉，脸上的喜悦瞬间消失。虽说人质解救了，可劫匪没抓到，钱呢？杨队长再次发问。银行经理赶忙跑去看了看，随后摇头道：不见了。对了，记得让你们的人把钱都拿回来，那可是真钱。银行经理急忙说道。虽是银行和警方的合作，且这些钱的用途经上面老板同意，但出问题肯定是警察的责任。他啥都不知，所以才如此淡定。毕竟丢的不是自己的钱。杨队长没搭理他，继续审视着人群。有些人知晓原因后便准备离开，有些人继续办理业务，还有些人发了朋友圈，仿佛这抢银行的事根本没发生。要不是那些监控碎片和破损的大门，杨队长都以为自己来错地方了。可自己明明听到了声音啊！
为何人不在？杨队长此刻真有些怀疑人生了。看了眼身后的张富和赵安，他们也盯着人群看，而这些淡定的路人，也让他们这些警察显得杨队长略感尴尬。此次任务无疑是失败的，虽解救人质，可钱却没了。那歹徒自始至终都未真正露面。杨队长咬牙切齿地盯着身后的张富和赵安，怒声道：“这就是你们安排的好戏。”